Hello， 你现在收看的是托马拿马后手，我是 Toma。现在我终于来到了台中谷关红西诺亚度假村。为了这个度假村，我从去年9月开始订，到今天才可以住，实在是非常的难订啊！想要知道我们在度假村里面体验了什么吗？那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待会见。其实我自己搭过，其实吃不太出来有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爬的位置呢是在。从接待大厅，服务人员会带我们走进我们的房间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旁都有竹林，我们脚下踩着木头的站板，这木头站板高高低低蜿蜒着，这一弯一弯的木栈小站会让你随时发现远方会有不同的小惊喜。它运用了地势的高低，还有做一些水流的设计，真的是非常的用心。内到处都是机关，原本你看这一面墙，其实它是门，很大的一面。我觉得整个西诺亚最厉害的是它看出去的景观，包括我现在后面的这一面，整个竹林都是呈16:9的方式，然后让你的眼界更开阔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火星6号的房间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？亲切的客房人员接待完之后，给我们了一份招待的迎宾小礼。这次所准备的是南瓜的水馒头，还有玄米茶。果然是星野集团所要带给我们惊喜。那我来帮大家吃吃看，看到有说会比较甜一点，这可以切一半，里面的内馅感觉满满的，口感是冰冰的耶，非常的扎实，难怪需要配玄米茶。迎宾小礼千万不可以错过哦。来到火星诺亚的晚餐，一定要来试试看日式会席料理。总共呢会有8个顺序，大部分都是以海鲜为主，运用了台湾在地的食材，像是现在是3月，就是草莓在一起做搭配。再来到的是火锅的部分，我们来试试看很新鲜的贝类汤。真的很鲜甜，顺出来它的牛肉，这个和牛只要涮3到5秒就可以了。
5秒钟，果然马上就熟透了。真的很嫩。这和牛果然蛮厉害的。一进来的大门口有一面很大面的墙，正面是橘色的，让你会非常有食欲。整体来说吃还蛮久的，因为我从5点半进来，现在已经快7点半，快2个小时。以上就是在这边吃的晚餐，吃的是蛮饱的啦，其他的由各位自己来体验。到了晚上，你可以来到游泳池畔，它会提供热红酒，还有一些无酒精的饮料。这边可以坐着休息，还蛮惬意的。现在我在的位置呢是我们的房间，房间里面有非常多的休息区。这边呢是在床的前面，灰色的地垫呢，原本还以为它是硬的，其实非常的柔软，真的觉得舒服，应该是很多部落客非常惊叹的一个地方。现在都没办法出国，不过来到这边真的有度假的感觉。这所有的房型呢都是采用楼中楼的设计，下层的部分呢是睡觉休息的地方，上层的部分是温泉区，大量的使用温润的木头色加上铁件的黑色，还有部分壁纸的灰色，这样子的组合非常的搭。房间非常的大，没有电视机，反正你也不是来看电视。它所附赠小礼物就是我手上的这一个小袋子，可以把你的手机或者是房卡都可以放在里面。这个东西也可以带着走哦。今天早上6点来到温泉饭店，你早上一定要爬得特别早。最重要的是来泡个澡汤。在古关火星诺亚这里的水资源非常的丰富，所以提供了24小时的温泉。说到这里面的温泉呢，是属于无色无味的碱性碳酸泉，也就是传说中的美人鸡，和我们平常在阳明山泡的硫磺温泉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就泡起来是非常的滑嫩。说了这么多，我要来泡汤喽！待会再带大家去看看水之平原还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吧。早晨的7点，这边的水之庭园有非常多的水生植物在这边，像是有法国紫色的鸢尾花，旁边种满了非常多的海芋，还有每天开1次的睡莲，都是春天的花种。设计师运用了古关天然的地形，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，设计了水道还有游泳池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也可以在这边尽情的游泳。白天也有瑜伽的课程可以让你做体验。好啦，我要先去吃早餐。第2天火星诺亚的早餐一样，你要先选择早餐使用的时段。有美式、中式还有日式3种料理可以做选择。中式的话也是蛮多小菜可以用，而且它的粥可以续碗。那日式的话呢，日式传统的一个早餐以鲑鱼为主，还有汤豆腐。那我先吃早餐。这边商品同时也是结合台湾的花砖还有泰雅文化，当然也有贩卖火星诺亚的木屐鞋。值得纪念的是火星诺亚的笔记本，大家可以在这边把纪念品买回家。身为火星诺亚海外第2间台湾古关，其实我个人还蛮期待来到这里住。一进到火星诺亚来，他们的服务人员都非常的亲切，随时都会来问候我们昨天晚上有没有睡饱，或者餐点还吃得够不够多。主打的3天2夜的活动，你不用太担心晚上的料理啊，或者是早餐会吃到重复的东西。基本上呢，他会帮你做一些调整。不管的所有建材来讲，还有它的灯光营造，都非常的有日式的度假气氛。我个人觉得比较不习惯的是，会让我错身以为自己好像在日本，发现它的水龙头没有办法生喝，但是想想，我应该是在台湾才对。至于很多人会说，为什么它冰箱的饮料需要付费？可是，在户外泳池畔啊，或者是你洗完温泉之后的冰棒，这些都是完全免费的。应该是想让大家走出房间外吧，不要只待在房间里面。
说到虹夕诺雅的缺点，我们一进房间有看到很大片的玻璃，是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把窗帘拉下来。如果这个窗帘是自动的，该有多好！因为其实蛮大一片的，必须要拉一点时间。如果你也对星野集团台中谷关有兴趣的话，别忘了赶快到它的官方网站去。依据我这次的经验，它的订房真的很难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希望体验不同的星野集团所带给我们的日式服务。记得星野董事长说的一句话：旅行就像变魔术一样。好啦，我是Toma，感谢你的收看，那我们就下一个城市见喽，拜拜。原来这里2楼另外一半休息区是要这样子使用的，配着白酒，听着谷关的潺潺流水，后面有41度天然温泉，真的非常惬意的一个晚上。时间不早，也该睡了，别忘了把窗户关起来，不然蚊子可是会飞到楼下去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。